国庆假期，我们打算开车回丈母娘家过节。出发前一天，老婆的白月光想坐我们的车一起回去。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李婉清，白亦菲不是不会开车吗？一向嫌弃开车的李婉清却主动接下开车的任务，就连女儿也让我坐高铁。爸爸，白叔叔身体不好，你怎么忍心让他去挤高铁呢？我不再争辩，当着他们的面订下了回家的高铁票。只不过回的是我自己家，偏心的老婆，养不熟的女儿，我都不要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挂断电话的老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程峰，过节亦菲也要回村里去，咱们家车坐不下了，你买张高铁票，坐高铁回去吧。我收拾东西的手一顿，不解地看着李婉清，什么意思？李婉清以为我没听清楚，不耐烦地又说了一遍，我的车只能坐5个人，加上亦菲人就满了，你就买张高铁票回去也是一样的。白亦菲是李婉清的青梅竹马，当初要不是白亦菲和别人结婚了，李婉清也不会心灰意冷选了我这个暗恋她多年的人结婚。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慢慢淡化白亦菲在她心中的地位，可惜自从白亦菲离婚后，又回到江城开始，一切都变了。我自嘲地笑了笑，再次确认，你让我去坐高铁。李婉清不明所以，有什么问题吗？我不怒反笑，平静地质问，你是不是忘了谁是你结婚证上的老公？李婉清生气地拍了一下桌子，不悦地看着我，程峰，你又在说什么有的没的？不就让你坐个高铁回老家吗？你是什么有钱大少爷，还是什么豪门贵公子吗？坐个高铁就委屈你了，别人都可以坐，你就不行。做贼心虚的人总是容易虚张声势，这已经不是李婉清第一次为白亦菲凶我了。此刻看着用怒气来掩盖慌张的李婉清，我眼里只剩下失望，好像从前对她的讨好与妥协，一下子都化为泡影了。整理行李的手停了下来，淡淡开口，那行，我不回去了，你们玩得开心。李婉清听到我的话，明显愣了一下，挣扎了一会儿，又放软了语气，老公，亦菲她从小就有幽闭恐惧症，高铁的空间又比较密闭，爸妈年纪又大，文文又还小，所以只能委屈你坐下高铁了。你这么通情达理，一定能体谅我的，而且高铁也不堵车，你还能提前回去收拾一下老房子，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我们家一直都是男主内女主外，这些年我为了李婉清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的前途，甘心在家当家庭主妇，可我做的这些并没有换来李婉清的另眼相待，相反，她的心里始终都是白亦菲。李婉清体贴地考虑了白亦菲身体不好，考虑了一家老小安心入住，却唯独把我屏蔽在她的关心范围外。最后一句让我打扫房子才是重点。我记得白亦菲也不会开车吧？李婉清却毫不在意，我会开啊，亦菲坐副驾驶就好了。之前我脚崴了，不能开车，让李婉清开车来接我。李婉清发了好大的脾气，程峰，我是你老婆，不是你的司机。我一直以为他不喜欢开车，现在才发觉，只是不喜欢副驾驶上的人是我。这一刻，对李婉清的执念一下子就没了。既然没我的位置，那我去凑什么热闹？李婉清见我态度坚决，也没了刚刚的好脾气。你又在闹什么呢？说好了和爸妈一起回老家省亲，你这个当女婿的说不去就不去，你让亲戚们到时候怎么看我？我无语地看着他，不是你把我撵走的吗？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此时，女儿也听到了李婉清的质问，脆生生跑到我面前，低头询问：“爸爸，你不和我们一起回老家吗？那谁给文文做饭呢？”李婉清见女儿这么说，也觉得理所当然。难道你还想让女儿饿肚子不成？原来在李婉清和女儿心中，只是将我当成了做饭的工具。我只剩下苦笑。那就让白亦菲坐高铁吧。李婉清刚想反驳我，就被5岁的文文抢先了。爸爸，白叔叔身体不好，你怎么忍心让他去挤高铁呢？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女儿理所当然的回答，面色苍白，胸口仿佛被勒住。看着我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失控地提高了音量：“你还知不知道谁是你爸爸？”程文文吓得哇哇直哭：“你是坏爸爸，我不要你当我爸爸，你只会待在家里让妈妈养。我喜欢白叔叔，我要让白叔叔当我爸爸。”听到女儿的嫌弃，我顿了一下，这一刻我死心了。李婉清眼疾手快地从我手里将孩子抢走，埋怨地看着我：“他还是个孩子，你和他计较什么？不就让你坐个高铁吗？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程文文有了李婉清的撑腰，胆子也大了起来：“你就是坏爸爸，我不要和你一起坐车回去。白叔叔说了，他给我买了好多零食路上吃，你就是窝囊废，就应该去坐高铁。”李婉清这时想捂住程文文的嘴，已经来不及了，急忙解释：“文文还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懂，可是他有耳朵，有眼睛，有嘴巴，有人教，他就会听，会学，会说。”这一刻我才明白，在李婉清和她的白月光眼里，甚至我用心养大的女儿心里，我不是丈夫，不是爸爸，只是个承包所有家务、一事无成的窝囊废。可当初明明我也有大好的前途，看着一大一小2张相似的脸，就连喜欢白亦菲这点都一模一样。既然如此，老子不伺候了，保姆还要收费呢，我凭什么免费伺候你们这群白眼狼？李婉清见我半天没说话，耐着性子和我讲道理：“老公，别生气了，这次你就体谅一下我吧，爸妈年纪大了，文文又还小，所以只有让你去坐高铁了。你上次不是在某宝看中了一款耳机吗？等双11我就给你买回来好不好？”我嘲笑地看着李婉清，从前每次吵架她也不会直接道歉，而是直接从我想买很久却一直没有买的物件里挑一件最便宜的买给我，就可以把我哄好。我一直以为李婉清和我一样为我们这个小家精打细算，直到白亦菲过生的时候，李婉清悄悄花了1个月工资给她定做了一套奢品西服，我才知道女人喜欢谁就会给谁花钱，而我却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为此，我和李婉清大吵一架，最后只换来她的一句无理取闹。我想从那时候起，我努力经营的婚姻生活开始出现裂缝了。为了孩子，我一忍再忍，而这一次，李婉清依旧要等到双11才愿意给我买下那款耳机。回忆起这些年的婚姻现实，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会颐指气使的老婆，嫌弃我不挣钱，只会吃软饭的女儿，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努力的信念了。整日围着李婉清和女儿的日子真没意思，除了上班就是在家伺候他们，没有半点自己的生活。这个家，我突然就待够了，拿出手机，在李婉清的注视下订好了高铁票。她带着女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而她不知道的是，我订的是回自己家的票。第2天一早，白亦菲就拖着行李箱敲响了我家的大门。因为李婉清他们要走高速，怕堵车，所以一大早就准备出发了。李婉清看到白亦菲就扑了上去：“怎么来得这么早？不是说好等
会去你家小区门口接你吗？听说国庆要降温，你带厚衣服了吗？语气里全是关心。我就静静地待在门口，看着他们相互嘘寒问暖，内心毫无波澜。瞥了一眼我昨晚收拾的大箱子，想起李婉清昨晚的话：程峰，车子的后备箱装不了这么多箱子，你一个大男人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你这个箱子就自己带着坐高铁吧。看着2个差不多大的箱子，白亦菲哪会担心衣服够不够？我拿就是多余的。心下了然，李婉清不是不会关心人，而是不会关心我。对于她的提议，我没有任何反驳，因为正合我意。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有意的，白亦菲和李婉清热络了好一会儿，才注意到身后的我，面上瞬间换上了一副略带歉意的表情。程哥，不好意思啊，我正好国庆也要回去，就只能麻烦你去坐高铁了。言辞语气都很恳切，但我却没有听出半点抱歉，反而带了一丝耀武扬威的含义。我挑了挑眉，看着脸上全是戏的白亦菲，你要是不好意思，要不现在去买个票？白亦菲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截了当的提议，愣了一下。李婉清就像护小鸡仔一样，将白亦菲护在身后，不悦地看着我。程峰，我们昨天晚上不是商量好了吗？你怎么出尔反尔呢？白亦菲站在李婉清身后，矫揉造作地解释：程哥，确实给你添麻烦了，我从小就坐不得高铁，坐久了就呼吸不畅的。婉清就特地让我和她一起坐车，你别怪婉清，她也是担心我的身体，才只能让你去坐高铁的。你们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的感情哦。听上去像是解释，倒不如说在白亦菲在炫耀她比我重要。很庆幸我放弃李婉清了。看着紧紧贴在一起的2个人，我突然笑了。我不过开个玩笑而已，干嘛这么紧张？李婉清的脸色这才缓和不少，就开始搬运行李。房间里听到声响的女儿急急忙忙从卧室里跑了出来，直接将我撞开，一个劲扑进了白亦菲怀里撒娇：白叔叔，你总算来了，我可想死你了。我被他推得直接撞到了门框上，疼得龇牙咧嘴的，不出几秒钟，手臂就青了一大片。自从程文文上小学以来，从未对我如此亲昵过。他总是怪我这不让那不让的，因为他从小体弱，所以我看得难免紧些。作为父亲，我也心疼他，但却从未松懈过对他的严厉。可惜这些都变成了程文文讨厌我的导火索。相反，他却特别喜欢白亦菲。程文文清脆的声音不断传入耳朵：白叔叔，当我爸爸好不好？要是你当我爸爸，我是不是就可以天天看到你了？这样我就可以去游乐园了，还可以吃各种好吃的，才不要每天都是学习学习呢。每一句话就像在我的心上划开一道口子，从前的良苦用心都变成了刺向我的一把利剑。没有人制止程文文的发言，只有白亦菲的余光所有似无地闪烁着胜利的目光。他将程文文揽在怀里，柔声地说道：你要是想叫我爸爸，也可以叫我爸爸呀，有你这么可爱的乖女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直接在他们旁边为他们鼓掌。人贼作父，学得挺好。程文文被我说的脸色一下子通红。白亦菲和程文文站在一条线上，孩子是最懂纯粹的了，谁对他好，他就喜欢谁。你说对吗，程哥？我点了点头。我可没有上赶着给人当后爸的癖好。白亦菲被我气得脸都黑了一层，瞥了眼刚出电梯的李婉清，冲我大声吼道：程哥，我好心提醒你要多关心程文文，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呢？李婉清不悦地看着我，刚想替白亦菲出气，我直接啪的一声
将离婚协议书拍到李婉清身上。我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呀！头也不回地拎着我的大箱子，潇洒地走了。我家离江城比较近，1个小时的高铁就到。爸妈看到我都很惊喜，因为这些年不管大节小节，李婉清都要求回他们家过节。我妥协惯了，便由着他。想来也是我自作孽。爸妈朝我身后看了看，空无一人。我扯了扯嘴，勉强露出个笑容。他们什么都没有说，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欢欢喜喜将我带了进去。男儿有泪不轻弹，被李婉清忽视的时候，我没有哭；被女儿程文文嫌弃的时候，我没有哭。可是现在爸妈一如既往地爱护我，却让我的眼睛酸酸的。真好，我还有家可以回。在这里，我才体验到了被家人关心的感觉。正当我躺在舒服的沙发上嗑着瓜子的时候，接到了李婉清的电话。显然她根本没把离婚协议书当回事。我刚接起来，李婉清就开始对我下达一系列命令。老公，我们快到高速路口了，马上就要下高速了，你可以开始准备饭菜了，爸妈都饿了。我没有说话。对了，你顺便把老宅打扫一下，那房子很久没住人了，灰尘肯定很多。你知道的，爸妈特别爱干净，灰尘太多对老人小孩都不好。还有一飞一闻到灰尘就会不停地打喷嚏，一定要打扫干净啊！我嗑了一颗瓜子，继续听着。程文文听到了晚饭，兴奋地说：“我想吃红烧狮子头。”说完还不忘问妈妈想吃什么，爷爷想吃什么，奶奶想吃什么，白叔叔想吃什么，唯独没有爸爸。大家都乐呵呵地夸着程文文特别懂事，并一字不落地传达给我，让我好好准备。甚至白亦菲嘚瑟说了句：“程哥挺厉害的，要是我就做不来。”李婉清一脸不在意地在旁边附和：“程峰做惯了这些，他平时闲得很。亦菲，你平时忙，肯定没时间做这些。我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呗。”我想，要不是为了收拾屋子、做饭打杂，李婉清也是不会勉为其难让我和他们一起回去的。我自嘲地笑了笑，并没有因为这些而生气，反而满嘴答应：“好好好，做梦就好，梦里啥都有。”李婉清听到我的答复，满意地挂断了电话，而我继续躺在沙发上嗑着瓜子，回想着当初喜欢上李婉清的点点滴滴，现在似乎都已经模糊了。曾经那个热情洋溢、充满着青春气息的女生，现在也只剩下满嘴抱怨的更年味了，真是让人厌倦啊！厨房里传来的阵阵饭香，倒是让我有些肚子饿了。爸妈告诉我，今天做的都是我爱吃的菜。这一刻，没人催我做饭，没人催我打扫卫生、洗衣服，只有饭桌上色香味俱全的美味在迎接我的享用。一顿扫荡过后，我摸着撑爆了的肚子，悠闲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话铃声疯狂地响了起来，我瞥了一眼来电，果断挂断关机。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让李婉清傻眼了。我关机之后，李婉清根本联系不上我。我曾经和她一起回去过，那个镇子很小，一有风吹草动就人尽皆知了。不难想象，离家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是多么有趣。果然，第二天就传得人尽皆知了。据说一家子老小茫然地站在乌漆嘛黑的老宅面前懵逼了，最后一群人只能去附近的镇上找了个酒店。李婉清气得不停地打我的电话，总算在拨打了第100通之后，我慢悠悠地接了。李婉清不管3七21，上来就是一顿数落：“程峰，你怎么回事？不是让你提前回来收拾家里吗？你人呢？不管你在哪，马上给我回天水镇上，一大家子等着你。你闹脾气也得分清楚场合，
你怎么为人夫为人父的？我想，就算此刻的我出了什么意外，他也只关心我有没有给他们做饭，还能不能尽心伺候他们。这样的夫妻情分，不如早些断了。面对李婉清的歇斯底里，我没有半点情绪波动，只是淡淡的开口：你们一家子是缺胳膊还是少腿了？没有我就没饭吃了。都老大不小的人了，怎么只会张口要饭呢？不如拿个碗去马路中间坐着更快些。李婉清被我的发言对得愣在了原地。平日里我温柔惯了，李婉清早已将我当成了软柿子，随意欺辱。李婉清刚反应过来想要指责我，就听到了嘟嘟的忙音，气得李婉清在院子里直跺脚，于是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我不耐烦地接了起来：还有事？李婉清被我的话一噎，直接脱口而出：程峰，你到底过不过来？你是傻了还是癫了？我怎么过去？坐大炮还是坐火箭？李婉清才不管，直接威胁：行，你不过来，我们就离婚。我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离婚？我求之不得。从前我将他当成宝，离婚或许还能刺激我，现在吗？越快越好。懒懒地丢下一句：离婚协议不是给你了，你签好就行。再次挂断了电话。这次过节，李婉清热衷上了给我发消息，不过都是抱怨。黎爸黎妈只会指挥他做饭，白亦菲没下过厨，连菜都不认识。程文文天天吵着要出去玩，每天的活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干，而我却对他的抱怨没有半点波澜，舒舒服服的在家里享受了个快活的假期，人还胖了好几斤。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认真地告诉爸妈，我打算考咱们市的公务员。爸妈听后都非常开心，他们没有刨根问底，只是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我想通了，与其伺候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不如好好对自己的爸妈。假期结束前，我就在网上看好了房子，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没想到碰到了一脸疲惫的李婉清，她看到我之后，明显愣了一下，下意识的想要发火，却又被她硬生生给咽了回去，语气恢复了平日的冷漠。程峰，这次我就不怪你了。我一脸问号的看着他，下次不要做这么幼稚的事了。你都不知道这几天我们是怎么过来的，爸妈生了好大的气。你找个时间去和爸妈道个歉吧。我脸上的问号又加了一层。话音刚落，程文文就学李婉清的样子，开始埋怨我：爸爸，你也太不负责了，怎么能扔下我和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一个人快活去呢？幸好这几天有白叔叔给我们点外卖，否则我们都要饿死了。爸爸，我是你的亲女儿，你怎么忍心呢？我第一次深刻领悟，女人的想象力如此丰富。李婉清还以为我在闹脾气，也任由程文文发泄对我的不满。可惜，他们现在对我来说，连陌生人都不如，我又怎么会在意？看着程文文稚嫩的脸庞，我已经失去了耐心。你也可以找别人当爸爸，我不介意。程文文眼里出现了一丝惊慌。我没想再搭理他们，说完就要拎着收拾好的衣物离开。李婉清这才发现不对劲，你这是干什么？我翻了个白眼，前2天说的话这么快就忘了，然后又恍然大悟，李婉清连我这个人都不在乎，又岂会在乎我说过什么？不过我不介意再提醒他一下，离婚协议在茶几上，没问题，你就签字。李婉清想也没想，就拉着我的胳膊，还没开口就被我打断。哦，对了，你们家小公主的抚养权给你，我不要。程文文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李婉清无奈地叹了口气：程峰，就这么点小事你闹了好几天了，还不够吗？你不仅给我甩脸子，还闹得爸妈也不高兴。
我说你什么了吗？我每天上班养家养你已经够累的了，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无理取闹，非要让我们这个家支离破碎你才高兴吗？我轻轻地笑了，有种贼喊捉贼的感觉。我给你亲爱的白翼飞腾位置不好吗？够了，你简直不可理喻。只要提到白翼飞，李婉清就会发火。我看着一大一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人，质问出声。是我天天和初恋厮混在一起，连家都不带回的。是我给初恋定制几万块的西服，丝毫不考虑家庭开支的。又对着程文文，也是我让外人带你去游乐场，结果搞得你要死要活进医院的。你以为你含着什么金钥匙出生，可以躺平？现在不学习长大去要饭吗？你们母女把好处占尽了，吃着碗里的还要抱着锅里的，想得这么美呢。说完就头也不回，拎着行李走了，留下二人惨白的脸色，站在门口任风吹打。回到出租房，稍微收拾了一下，到头就睡着了。原以为陌生的环境会让我有些许不适应，却没想到一觉好眠，直接睡到了第二天早上。闹钟6点半准时响了起来，肌肉记忆将我从被窝里唤醒，机械化的准备起床给程文文做早饭。刚坐到床沿才想起，这里没有李婉清，更没有程文文。我直接一个卧倒，继续倒在温暖被窝中回笼觉了。突然发现不再伺候人的日子真是舒坦，连觉都可以睡到自然醒。而母女俩没了我的照顾，已经兵荒马乱了。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里面传来李婉清不耐烦的声音：“文文的早饭在哪？自己做。那她的校服在哪？衣柜里。她的学校是走哪条路？这么多事，我哪有这么多时间送她？我上班都要迟到了。”听筒里还传来程文文断断续续的抱怨声：“妈妈，我不能喝牛奶，这个校服穿错了。”最后是留下一句李婉清的暴吼：“长这么大，你自己不会穿吗？”我才不管他们是否人仰马翻，直接挂断，顺便给他拉黑了。从前，程文文的所有事都是我一个管，吃饭、上学、写作业，李婉清只需要舒舒服服得到一个乖巧的女儿就好。这种日子也该让李婉清体验体验。没过2天，我就在李婉清的朋友圈看到了白亦菲的身影。早上带着程文文吃肯德基，晚上带着程文文吃零食，脸上的喜悦都快溢出屏幕了。而我只是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备战考试当中。太久没工作了，还是有些生疏，但我却乐在其中。突然发现，没有老婆、没有孩子的日子无比畅快，再也不用担心晚上做什么饭给2人吃，点外卖就可以解决了，也不用再辅导程文文的作业到3更半夜，时间全都属于我自己。我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只是还没高兴几天，就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是李婉清用同事的手机打来的。他告诉我，程文文因为吃坏肚子进了医院。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场。丈母娘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开始指责我：“你这个当爸的怎么照顾孩子的？把我们家小公主弄进医院了，女儿都进医院了，你人在哪呢？还要辛苦人家亦菲送过来。”女儿也在旁边委屈地告状：“奶奶，爸爸不要我和妈妈了，他已经好几天都不管我们了。”丈母娘听到这个话，更是气得火冒3丈。程峰，当初我就瞧不上你，怎么当人家丈夫的？整天就知道吃软饭，现在连家都不回了。我好笑地看着丈母娘，平日里对我挑3拣4就算了，都要离婚了，她哪里来的理直气壮？这次我也不惯着了。首先，我和你女儿已经准备离婚了。丈母娘看着我的眼神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其次，她
也就是你家乖孙女自己想换个爸爸，我成全她。程文文委屈地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最后是白亦菲整天给你乖孙女吃垃圾食品，才导致她进医院的。冤有头债有主，该找谁找谁，别总往我身上扣屎盆子。说的白亦菲的脸是青一阵红一阵的，刚想解释就被丈母娘打断：“人家亦菲好心帮你看孩子，你个当爸不谢谢人家，还要怪人家，怪不得我女儿看不上你。”够了！李婉清姗姗来迟，就看到了这一幕。丈母娘还想说什么，就被李婉清一个眼神给瞪回去了。看得出来，李婉清这些日子过得并不顺畅。可惜和我有什么关系？今天来医院已经浪费了我半天的时间了。既然没事，我就打算走了。李婉清却拉住了我的胳膊，用略带疲倦的声音挽留我：“程峰，你闹也闹了这么久了，我和文文都不能没有你。回家吧。”我看着李婉清灿烂一笑：“可以呀，你把离婚协议签了，我就回家收拾东西。”想也没想就掰开了李婉清的手。现在的你们不配得到原谅。自从发生了医院的事之后，我以为李婉清会同意离婚，却没想到她非但没签字，反而总在我租的小区晃悠，一会儿是送菜，一会儿是买水果，一会儿又说程文文最近很想我。我有些无语地翻了个白眼，看着手里拿着一大堆东西的李婉清，无奈道：“你到底想干嘛？”李婉清见我总算搭理她了，喜出望外：“程峰，之前都是我不好，你能原谅我吗？文文她也很需要你这个爸爸，我们和好吧。你的白亦菲呢？”李婉清赶紧表忠心：“没有，我没和她联系了。”说着就掏出手机来：“你看，我已经把她彻底拉黑删除了，不会再让她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了。你跟我回家好不好？”我好笑地看着这个喜欢了10年的人，到了现在他都还不懂，挡在我们中间的从来就不是白亦菲，而是他自己。是你的身体力行告诉程文文你可以不尊重爸爸，是你的纵容告诉白亦菲可以随时挑衅欺负我，是你的无所谓告诉丈母娘我就是个软柿子，可以任人拿捏。今天可能有一个白亦菲，明天就有可能有千千万万个白亦菲，而我绝不会再让自己深陷其中了。我挑了挑眉，打算捅破这层窗户纸。李婉清，你真的喜欢我吗？李婉清想也没想的就点头。那我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有什么忌口呢？那我最喜欢打的游戏是什么呢？我抽的烟是哪个牌子的？没有一个问题可回答上来。李婉清焦急地站在原地，你看你对我一无所知，却又口口声声说爱我，我可以学，你再给我次机会好不好？我只是笑了笑，没有开口。爱人是不需要学的，可惜李婉清根本不懂这个道理。我不介意说的再直白些，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我伺候你们？李婉清没有说话。看来我说的没错，你想要个免费男保姆，不仅可以照顾你们一家老小的生活起居，还可以随时随地发脾气，安抚你的情绪。你要的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工具人。前10年，我心甘情愿当这个工具人，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罢了。李婉清像是被猜中了心思，脸色唰的一下通红。可是我现在不喜欢你了，你也无法对我肆无忌惮地剥削了，我也该为自己的人生做打算了。李婉清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还想说什么来挽回，却发现话到嘴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看了看时间，也懒得再和李婉清掰扯。离婚协议记得签字，否则我不介意走上诉流程，没有任何拖泥带水。我直接回了出租屋，继续复习。那天，李婉清在楼下站了很久，
直到夜幕降临，漆黑一片，他才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我的小区。那天之后，李婉清再没出现过在我面前。我也不想因为离婚的事耽误考试复习，于是找了个律师全来帮我处理。这日，我却接到了学校老师的电话：“你好，是程文文爸爸吗？已经放学很久了，还没家长来接孩子，您这边方便来学校一趟吗？”我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想也没想就拒绝了。“老师，不好意思，我和程文文妈妈已经离婚了，而程文文归他妈妈，我不方便，以后请直接给他妈妈打电话。另外，我让老师把公放打开。程文文，当初是你自己亲口说要换爸爸的，我不管你是有心也好，无意也罢，说出去的话就要自己承担。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吃，所以别再玩这些小把戏了。你想要的我已经给你了，所以别再找我了。”对面是一阵静默，我却没有再理会，直接挂断了。想了想，我还是把李婉清的电话从黑名单放了出来，给她打了个电话。她看到我的来电有些激动：“老公。”刚开口就被我冷冷地打断了。程文文学校的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你最好做下变更。李婉清这才反应过来，告诉我这段时间都是他父母在帮忙带孩子。我简单嗯了一下就挂断电话了。之前我加班多的时候，也会把程文文送到姥姥姥爷那里，请他们帮忙照看下，最后只落得一句不满，打搅了他们的退休时光。所以那之后，只有周末老丈人丈母娘没事做，我们才会带程文文去姥姥姥爷家走动走动。这一次就是因为程文文姥姥要彩排广场舞，直接将程文文忘记在学校了。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律师的电话。办理离婚那天，我又一次见到了李婉清和程文文，两人都清瘦了不少。李婉清见到我之后，疲惫地笑了笑：“程峰，我们结婚7年了，真的要走到这步吗？”就连程文文也委屈地看着我：“爸爸，你不要我了吗？”我看了他们一眼，没有说任何话，毫不犹豫地在确认书上签上字。李婉清还想求我的原谅：“程峰，我改好不好？你不喜欢的，我通通都改掉。”我轻轻地拨开李婉清拦住我的手：“我对你们掏心掏肺的时候，你们使劲戳我的肺管子，你们是真心想要我回去吗？不是的。”李婉清只想让我回去继续当她的24小时男保姆，而程文文也只是因为姥姥姥爷的忽视，而想要一个伺候她的贴身保镖。这个人可以是任何人，只是我最廉价。看着他们恳求的目光，我笑着转身离开，没有半点留念。公务员的录取通知很快就下来了，家里人都替我感到高兴，我就迅速收拾好大包小包的行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当初为了李婉清，我留在了江城；现在为了我自己，我选择离开。爸妈依旧开开心心地来迎接我。只是我刚到家的时候，就接到了李婉清的电话，她的声音带着一些嘶哑：“文文，文文腿断了。”我不可置信地听着李婉清的哭声。原来丈母娘为了去跳广场舞，将程文文锁在了房子里。邻居家突然发生火灾，程文文根本跑不出来，只能从楼上跳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这让本就一团乱的黎家更是雪上加霜。我淡淡的嗯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了。除了程文文的抚养费，我会按照法律规定按时打到李婉清卡上，其他的事在于我没有任何关系。舔了那么多年，我该为自己而活了，不是作为谁背后的丈夫，也不是谁的爸爸。从现在开始，只为自己而活。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
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